我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对着自己大腿根狠狠扎下去，刀尖捅进肉里3厘米，血顺着裤管往下淌，疼得我浑身抽搐，可燥热感瞬间被压下去一半。我咬着牙把刀拔出来，又扎第2刀、第3刀，每扎1刀意识就清醒1分。扎到第7刀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头痛欲裂，浑身像被火烧一样燥热。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喘息着。入目是奢华的休息室，墙上的挂钟正指着下午2点。我竟然没死！前世我被未婚夫陆子轩榨干最后一滴血，惨死在阴暗的地下室。而现在我回到了订婚宴这天，也就是在这一天，我被陆子轩下了药，安排给一个老总毁了清白，从此沦为他掌控沈家的提线木偶。门外传来刻意压低的交谈声：“子轩哥哥，药效应该发作了，王总马上就到。等过了今天，姐姐身败名裂，就只能乖乖听你的话了。”是林婉，我那个表面柔弱，实则蛇蝎心肠的养女妹妹。陆子轩冷笑一声，语气满是嫌恶：“要不是为了沈氏的股份，我碰他一下都觉得恶心。婉儿，等我拿到沈家，立刻娶你。”听着这对狗男女的谋划，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借着刺痛保持清醒，绝不能坐以待毙。我环顾四周，房门已被反锁，燥热感一波波袭来，视线开始模糊。我狠狠咬破舌尖，尝到一丝腥甜，跌跌撞撞地抓起茶几上的水晶烟灰缸，用尽全力砸向落地窗，哗啦，玻璃碎裂，冷风灌入。我毫不犹豫地翻出窗外，沿着狭窄的露台边缘爬向隔壁那间休息室，那是整个酒店的禁地，陆家真正掌权人的专属包房，哪怕里面是刀山火海，也比留在这里任人宰割强。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隔壁虚掩的窗户，重重地跌了进去。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沉香气味。我刚从地上狼狈地爬起，冰冷的枪口便抵上我的额头。别动！保镖眼神冷酷，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我没有理会头顶的威胁，目光直直越过保镖，看向落地窗前。那里停着一辆轮椅，背光处一个男人正闭目养神。传闻中阴质残暴、双腿残疾的陆家小叔叔陆渊，他穿着剪裁极佳的黑色西装，面容俊美，却透着病态的苍白，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枚墨玉扳指。哪怕坐在轮椅上，那种上位者不怒自威的压迫感依然让人窒息。体内的药效再次汹涌反扑，我双腿一软，险些跪倒，不能失去理智。我猛地推开保镖的枪，跌跌撞撞地冲到茶几前，端起那壶早已凉透的茶水，从头顶浇了下去。冰冷刺骨的茶水顺着脸颊滑落，瞬间浇灭了体内大半的邪火。我打了个寒战，眼神却清明了许多。陆渊终于缓缓睁开眼，那是一双深不见底的黑眸，冷漠危险。谁派你来的？他的声音低沉沙哑，透着彻骨的寒意。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水珠顺着下巴滴落。我扯出一个笃定的笑：“陆爷，做个交易，我帮你拿下陆氏南区那个僵持不下的项目，作为交换，你今天保我平安。”保镖倒吸一口凉气，似乎没见过敢这么跟陆渊说话的人。陆渊转动扳指的动作微微一顿，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宴会厅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逼近。快！就在前面那间休息室，有人举报沈家大小姐在里面私会野男人。陆子轩的声音透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带着一群举着相机的记者，一脚踹开了我原本待的那间房门。闪光灯疯狂闪烁，然而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地碎玻璃。陆子轩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人呢？怎么可能不在？就在众人面面相觑时，宴会厅正门的方向传来一阵沉稳的轮椅滚动声，全场瞬间死寂。我换了一身干净的黑色礼服，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陆渊，高调地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中。陆渊神色淡漠，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寒气。子轩，你带着这么多人，是在找我吗？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大厅。陆子轩看到我身前的陆渊，小叔叔，星若，你怎么会和小叔叔在一起？林婉儿躲在人群后，极度地绞紧了手帕。我松开推着轮椅的手，走到陆子轩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前世害我惨死的渣男。各位媒体朋友正好都在，我沈星若在此宣布，正式取消与陆子轩的婚约。全场哗然，记者们的镜头瞬间对准了我。陆子轩急了：“星若，你疯了？到底为什么？”我嫌恶地避开他的触碰，转身走到陆渊身侧，手轻轻搭上他的轮椅靠背，语出惊人：“因为我看上小叔叔了。”一只高脚杯被狠狠摔碎在地。陆子轩的母亲，我那个捧高踩低、极度嚣张的恶婆婆赵雅芝，拨开人群冲了出来。她指着我的鼻子，五官因为愤怒而扭曲：“沈星若，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我们陆家好吃好喝供着你，你居然敢当众悔婚，还勾引长辈，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说着，她扬起涂满鲜红指甲油的手，狠狠朝我脸上扇来。我站在原地，连躲都没躲，只是冷眼看着她发疯。就在那巴掌即将落下的瞬间，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渊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漫不经心地转动了一下拇指上的墨玉扳指。砰！两名黑衣保镖如同鬼魅般闪出，一左一右死死扣住赵雅芝的手臂，猛地一脚踹在她的膝弯。赵雅芝惨叫一声，狼狈地跪倒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脸上的精致妆容瞬间扭曲。放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放开我！她拼命挣扎，却被保镖按得死死的，像一只待宰的母鸡。
陆渊终于缓缓抬眸，目光落在赵雅芝身上，语气虚弱：“我陆渊的人，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教训了？”全场噤若寒蝉，连呼吸声都听不见。陆子轩吓得缩在一旁，连个屁都不敢放。我狐假虎威地站在陆渊身边，居高临下地欣赏着赵雅芝屈辱的惨状，心里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痛快。这只是复仇的开始。宴会草草散场，地下车库光线昏暗，透着一股霉味。我刚走到车旁，几道黑影便从死角窜了出来。陆子轩狗急跳墙，带着几名满脸横肉的壮汉保镖，将我团团围住。沈星若，你今天让我丢尽了脸，还想全身而退？陆子轩面目狰狞，眼神里满是恶毒。把他给我带走，我看小叔叔现在还能不能护着你。壮汉们摩拳擦掌，步步紧逼。我冷笑一声，手悄悄摸进包里，握紧了早就准备好的高压电击器。就算拼个鱼死网破，我也绝不会再落入他手里。就在我准备反击的瞬间，吱，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划破地下室的死寂。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如同幽灵般停在不远处，车门缓缓打开，昏暗的光线下，一双修长的腿迈了出来。本该双腿残疾、常年坐轮椅的陆渊，竟稳稳地站了起来。他单手扯松领带，眼神犹如看着死人。没等那几个壮汉反应过来，陆渊身形一闪，动作凌厉干脆，没有多余的废话。只听见几声沉闷的撞击，那几个壮汉便痛苦地倒在地上，连哀嚎都发不出。陆子轩吓得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连滚带爬地逃了。我震惊地看着眼前高大挺拔的男人，大脑一片空白。陆渊步步逼近，一把扣住我的手腕，将我重重抵在冰冷的车门上。他低下头，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耳边，眼神灰暗如狼，带着极具侵略性的压迫感。既然早就知道我是装的，那这辈子你都别想下我的床了。背脊紧贴着冰冷的车门，陆渊温热的呼吸近在咫尺。我强压下狂跳的心脏，迎上他极具侵略性的目光，强装镇定。陆爷放心，死人的嘴最严，但我还想活着帮您赚钱。您的秘密我绝不外泄半个字。陆渊低低地笑了一声，退开半步，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骤然消散。他慢条斯理地理了理西装褶皱，重新坐回那张冰冷的轮椅，瞬间恢复了病弱苍白的模样。一份厚重的文件被丢进我怀里，未婚夫妻协议签了它。次日，陆氏集团顶层会议室，陆子轩正坐在副总的位置上，满脸阴沉。会议室大门被推开，陆渊坐在轮椅上，被保镖推入。我一身干练的白色职业装，跟在他身侧。陆渊眼唇轻咳两声，声音虚弱却掷地有声。从今天起，星若出任集团项目总监，直接向我汇报。会议室里落针可闻。陆子轩猛地站起身，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小叔叔，他凭什么？那我的位置，你……”陆渊转动着拇指上的墨玉扳指，连个眼神都没施舍给他。以后你的所有项目先过星若的手，他是你的直属上司。我看到陆子轩像吃了苍蝇一样铁青的脸色，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前世你踩着我上位，今生我要你跪在我脚下。刚上任没几天，赵雅芝便以长辈的身份将我叫到了陆家老宅。沉闷的红木厅堂里，赵雅芝端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青花瓷茶盏，眼神轻蔑地瞥着我。沈星若，别以为爬上了陆渊的床就能飞上枝头，在我们陆家规矩大过天。他将茶杯重重磕在桌上，指着地上的蒲团，跪下给我奉茶。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我冷冷地看着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赵女士，时代变了，想让人下跪，你不如去庙里当泥菩萨。你个小星号星号！赵雅芝猛地站起身，扬起手就要发作。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沉闷的轮椅滚动声。陆渊被保镖推了进来，他穿着一件单薄的灰色针织衫，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捂着嘴剧烈地咳嗽了几声，仿佛随时都会喘不上气。大嫂，这是在做什么？陆渊的声音很轻，却让赵雅芝扬起的手僵在半空。赵雅芝勉强挤出一丝笑：“老三啊，我在教星若规矩呢。”陆渊转动轮椅来到我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凉，却莫名让我心安。规矩？陆渊眼皮微抬，目光如刀般扫向赵雅芝：“大嫂怕是忘了辈分，星若现在是我的未婚妻，按规矩她是你弟妹，这杯茶该是你敬她才对。”赵雅芝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嘴唇直哆嗦：“老三，你让我给她敬茶？我可是长嫂。”陆渊靠在轮椅背上，又咳了两声，语气却不容置疑：“长嫂如母，更该以身作则。大嫂若是不懂规矩，我不介意请家法来教教你。”提到家法，赵雅芝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她咬紧牙关，不甘不愿地端起桌上那杯滚烫的茶水，走到我面前，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弟妹，喝茶。”我看着她那副屈辱的模样，心里冷笑，前世她可没少用这招折磨我。我伸手去接茶盏，指尖刚碰到杯沿，突然手腕一翻，哎呀！我惊呼一声，整杯滚烫的茶水精准无误地泼在了赵雅芝那条名贵的真丝长裙上，白色的雾气瞬间升腾。啊！赵雅芝发出杀猪般的尖叫，烫得在原地直跳，毫无贵妇形象。沈星若，你故意的！我装作无辜的后退半步，陆渊却看都没看惨叫的赵雅芝一眼，径直拉过我的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洁白的真丝手帕，低着头，极其认真地擦拭着我根本没沾到几滴水的指尖。他眉头微蹙，语气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温柔与紧张：“手滑了，有没有烫到？”
赵雅芝看着这一幕，气得两眼一翻，直挺挺地晕了过去。新的一周，我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林婉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紧身包臀裙，正站在办公区中央抹眼泪，几个男同事围在她身边嘘寒问暖。看到我进来，林婉立刻红着眼眶迎上来，声音娇滴滴的：“姐姐，我知道你生子轩哥哥的气，可你也不能利用小叔叔的权势把我赶出沈家呀！我现在只能靠自己来陆氏打工养活自己了。”这话一出，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立刻变了，充满了鄙夷，暗示星号出卖色相上位，还恶毒地打压养女妹妹。我走到办公桌前，随手将包扔在椅子上，冷眼看着他表演，靠自己打工。我嗤笑一声，从抽屉里抽出一份牛皮纸袋，直接甩在他脸上，文件散落一地，最上面赫然是一份海外野鸡大学的退学通知书，以及他伪造名校学历的转账记录。林婉拿着假学历走陆子轩的后门进公司，这就是你说的靠自己？我步步紧星号，声音冰冷，你那点见不得人的手段，真以为能瞒天过海？陆氏集团不养闲人，更不养骗子。现在立刻收拾你的东西，滚出我的部门！林婉看着地上的证据，脸色瞬间惨白，摇摇欲坠的后退了2步，眼泪这回是真的掉下来了。林婉虽然被我当众羞辱，但还是靠着陆子轩死皮赖脸的留在了别的部门。最近集团正在争夺南区那块核心地皮，陆子轩为了在公司立威，拼了命想从我手里把这个项目抢过去。下班后，我坐在宽大的真皮办公椅上，静静地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示着我办公室的隐蔽监控画面。画面里，林婉正鬼鬼祟祟地溜进我的办公室，熟练地撬开我的抽屉，将里面的一份标书文件塞进怀里，然后换上了一份外观一模一样的假文件。看着他做贼心虚的背影，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前世他们就是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偷走了我的核心数据，害我不仅丢了项目，还背上了泄露商业机密的黑锅。但重活一世，我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坑里栽2次？我拉开右手边最底层的暗格，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黑色的 U 盘，那里面才是真正完美无瑕的底标数据。而林婉偷走的那份，是我精心为陆子轩准备的催命符，里面的数据不仅漏洞百出，还隐藏着一个足以让陆子轩赔得倾家荡产的财务陷阱。万事俱备，星号在椅背上端起咖啡抿了一口。陆子轩，林婉，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希望你们跳坑的姿势能好看一点。宽敞的会议室内，投影仪的光打在陆子轩洋洋得意的脸上。陈总，这是我们陆氏针对南区地皮的最优报价，利润率绝对让您满意。陆子轩敲了敲白板，挑衅地瞥了我一眼。合作方陈总戴上老花镜，盯着屏幕上的数据，眉头却越皱越紧。突然，他猛地将手里的签字笔拍在桌上，脸色铁青。陆副总，你是在把我们当傻子耍吗？这成本核算里的建材报价比市场最低价还低了30%，这不仅是数据造假，更是把工程质量当儿戏。陆子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慌乱地翻看手里的文件。不可能，这数据明明是……他猛地转头死死盯着我，星号在椅背上冷眼欣赏着他的气急败坏。陈总冷哼一声，陆氏如果就是这种态度，那我们立刻终止所有合作。陈总息怒，我从容不迫地站起身，将一枚黑色 U 盘插入电脑，大屏幕画面一闪，一份逻辑严密、数据详实的完美标书展现在众人眼前。这才是南区项目真正的底标方案。我指着屏幕上的核心数据，利润与风险控制全在这里。陈总的眼神瞬间亮了，连连点头，好，沈总监这份方案堪称完美。合同当场签下，陆子轩像个跳梁小丑般站在原地，额头上满是冷汗，双拳死死攥紧，颜面扫地。南区项目刚启动，麻烦就来了。项目组长满头大汗地冲进我办公室，沈总监，财务部那边把我们的资金链卡死了，说是陆副总下的指令，要重新审核项目风险，所有款项无限期冻结。我冷笑一声，手中的钢笔重重戳在桌面上。陆子轩在竞标会上丢了脸，这是想利用家族权限。幸好我低头求他，不用理他，工程进度绝不能停。我拉开抽屉，准备动用前世攒下的私房钱先垫付前期款项。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陆渊的贴身助理林特助推门而入，恭敬地走到我办公桌前，双手递上一个黑色的丝绒锦盒。盒子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张泛着冷光的无限额黑卡。沈小姐，陆爷听说您这边遇到点小麻烦。林特助微微欠身，语气平稳。陆爷说这张卡您随便刷，没有上限，密码是您的生日。我微微一怔，指尖抚过黑卡冰凉的边缘。陆渊那个男人，平时连面都见不到几次，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地扼住陆子轩的咽喉。替我谢谢小叔叔。我将黑卡收进包里，嘴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弧度。陆子轩想用钱卡死我，那我就用陆渊的钱把他的脸狠狠踩在脚下。璀璨的水晶吊灯下，名流晚宴衣香鬓影，林婉儿挽着陆子轩的手臂，穿着一身极其惹眼的星海系列高定礼服，像只骄傲的孔雀般在人群中穿梭。看到我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长裙站在角落，他立刻端着香槟扭了过来，眼唇轻笑。姐姐，今天可是顶级的名流晚宴，你怎么穿得这么寒酸就来了？小叔叔难道连件像样的礼服都不舍得给你买吗？周围的名媛们纷纷投来嘲弄的目光。
林婉更加得意，故意提了提裙摆。子轩哥哥为了给我买这件全球限量仅此一件的星海，可是花了大价钱呢。我冷眼看着他那件做工粗糙的仿品，刚想开口，宴会厅那扇沉重的雕花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全场瞬间安静。国际顶级服装设计师 Lina 带着几名戴着白手套的助理，推着一整排流光溢彩的绝版高定礼服，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Lina 径直走到我面前，微微鞠躬，语气极其恭敬：“沈小姐，陆爷吩咐我把当季所有的孤品都送来了，您看看想换哪一件？”林婉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手里的香槟杯险些掉在地上。Lina 直起身，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一旁的林婉儿，眉头瞬间皱了起来。这位小姐，你身上穿的这件星海仿制品，简直是对我设计的侮辱。Lina 毫不客气地指着林婉儿裙摆上的碎钻，真正的星海用的是南非真钻，而你这件不过是廉价的玻璃渣，版型更是错得离谱。此话一出，周围顿时爆发出压抑不住的哄笑声。天哪，穿假货来名流晚宴，丢死人了！还到处炫耀呢，原来是个山寨货。林婉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求助般的看向陆子轩。子轩哥哥，你不是说这是真品吗？陆子轩此刻只觉得无数个巴掌扇在自己脸上，脸颊火辣辣的疼。他嫌恶地甩开林婉儿的手，低声骂了一句丢人现眼，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了宴会厅。林婉儿沦为全场笑柄，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10分钟后，我换上 Lina 带来的那件真正的星空高定长裙，裙摆上的碎钻随着步伐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我提着裙摆，一步步走向不远处坐在轮椅上的陆渊，他隐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深邃的黑眸紧紧锁定在我身上。我们在众人的惊艳的目光中相视一笑，无需多言，默契十足。晚宴的闹剧过后，林婉彻底成了圈子里的笑话，但她显然不甘心就这么认输。第二天下午，我刚走到陆渊的办公室门外，就听到里面传来林婉娇滴滴的哭诉声：“小叔叔，您千万别被沈星若骗了。他根本就不爱您，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子轩哥哥。”林婉儿跪坐在陆渊的轮椅旁，哭得梨花带雨。他水性杨花，跟您在一起只是为了利用您的权势报复我们。您这么尊贵的人，怎么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呢？我停下推门的动作，双手抱臂，冷冷地站在门外听着。办公室内，陆渊靠在轮椅上，手里把玩着那枚墨玉扳指，他深邃的眼眸里没有一丝波澜，就像在看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说完了，陆渊的声音冷得掉冰渣。林婉愣了一下，以为陆渊听进去了，连忙点头：“小叔叔，我说的句句属实。”林特助，陆渊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冷声吩咐。一直站在旁边的林特助立刻提着一桶加了冰块的冷水走上前，哗啦，满满一桶冰水毫不留情地从林婉的头顶浇了下去，冰块砸在他脸上，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精致的妆容瞬间花成了一团，像只落汤鸡般瘫坐在地上瑟瑟发抖。陆渊居高临下地睥睨着他，语气森寒，让他清醒一下，记住谁才是陆家未来的女主人。我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将最后一份解雇通知书重重甩在桌面上。这几天我雷厉风行，将项目部里所有陆子轩安插的亲信全部拔除，办公区内一片死寂。几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部门经理抱着纸箱灰溜溜地往外走。砰！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被猛地踹开，玻璃剧烈震颤。陆子轩双眼猩红，像头暴怒的野兽般冲了进来，领带歪斜，身后还跟着几个气喘吁吁的心腹。沈星若，你是不是疯了？你凭什么开除我的人？他双手重重拍在我的办公桌上，震得桌上的咖啡杯发出一声脆响，褐色的液体溅落在文件上。星号在真皮椅背上冷冷地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凭我是项目总监，凭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吃回扣做假账。陆副总，我这是在替公司清理蛀虫，你这么激动，难道那些钱都进了你的口袋？你星号，你就是公报私仇。陆子轩被戳中痛处，恼羞成怒，他看着我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新仇旧恨瞬间涌上心头。他猛地扬起手，青筋暴起，一个巴掌就朝我的脸狠狠扇了过来。你这个星号，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掌风呼啸而至，我坐在椅子上，眼神冰冷，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人绝不会让他碰到我一根头发。就在陆子轩的手即将落下的瞬间，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沉稳而规律的轮椅滚动声，咔嗒咔嗒，声音不大，却像一记记重锤敲在陆子轩的心上。他扬在半空的手猛地僵住，脸色瞬间煞白，难以置信地转过头。陆渊坐在黑色的轮椅上，被保镖缓缓推入办公室。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面容依旧苍白病弱，但周身散发出的低气压让整个办公室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他没有大吼大叫，也没有立刻发难，只是漫不经心地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支定制的纯黑钢笔，修长的手指轻轻把玩着，金属笔帽在指尖转动，折射出冰冷的暗光。陆渊缓缓抬起眼皮，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冷淡地扫了陆子轩一眼，只是一眼就带着令人窒息的杀伐之气。你想教训谁？陆渊的声音很轻，甚至带着一丝病态的沙哑，却透着绝对的上位者威压。陆子轩如坠冰窟，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他太清楚这位小叔叔的手段了，那看似虚弱的躯壳下
藏着怎样狠辣的灵魂。小叔叔，我只是……陆子轩结结巴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滚！陆渊薄唇微起，吐出一个字。陆子轩双腿发软，连看都不敢再看我一眼，带着那几个心腹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办公室，背影狼狈的像一条丧家之犬。陆子轩在公司吃了瘪，赵雅芝自然咽不下这口气。没过几天，他便联合了几位陆氏宗亲元老，在陆家老宅的议事厅召开了一场家族大会。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几位头发花白的元老端坐在紫檀木椅上，脸色阴沉。赵雅芝坐在侧首，眼神怨毒地盯着我，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我推着陆渊的轮椅停在长桌的最前端。老三，你身体不好，公司的事情交给你媳妇打理，我们本不该多嘴。一位拄着拐杖的元老率先发难，拐杖重重杵在青砖地面上。但沈星若最近在公司里大搞一言堂，随意开除老员工，弄得人心惶惶。赵雅芝立刻接话，尖酸刻薄的声音在厅内回荡，就是自古以来，哪有女人在家族企业里指手画脚的？这叫牝鸡司晨。他一个外姓人，根本就是想架空我们陆家，把陆氏据为己有。对，必须收回他的管理权，让他交出项目总监的位置，滚回后宅去。几个元老纷纷附和，群情激愤，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面对这群倚老卖老，企图用封建思想压迫我的长辈，我没有丝毫慌乱。我站在陆渊的轮椅旁，冷眼看着他们这副丑陋的嘴脸，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想夺我的权，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拿。我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抽出几份厚厚的文件，直接甩在长桌中央。二叔公，您在城南项目里吃的回扣；三伯，您私自挪用公款填补赌债的流水；还有赵女士，您娘家公司挂靠在陆氏名下吸血的账单。我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如炬地扫过这群脸色骤变的元老。需要我把这些东西交给帽子叔叔吗？议事厅内瞬间死寂，刚才还叫嚣着要收回我权力的元老们，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冷汗涔涔。赵雅芝更是吓得跌坐在椅子上，嘴唇直哆嗦。你血口喷人，是不是血口喷人？官方人员查一查就知道了。我冷冷地打断他。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陆渊微微抬手，林特助立刻上前一步，将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股权转让书展开，声音洪亮地宣布，陆爷已将名下30%的陆氏集团股份无偿转让给沈星若小姐。从现在起，沈小姐就是陆氏集团最大的个人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和1票否决权。此话一出，全场骇然。30%，这意味着我不仅是项目总监，更是整个陆氏真正的主人。元老们彻底瘫软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心中涌起一阵狂喜。前世我为他们踩在脚下肆意践踏，今生我要他们仰望我的鼻息生存。失去权力和资金支持的陆子轩彻底成了一只无头苍蝇，而林婉这个唯利是图的绿茶见势不妙，立刻露出了真面目。这天下午，陆氏集团1楼大堂突然爆发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我端着一杯红酒，站在2楼的玻璃护栏旁，冷眼俯视着下方的好戏。大堂中央，陆子轩死死揪住林婉的头发，双眼赤红，像个疯子一样咆哮：“你这个星号，我卡里的钱怎么全没了？是不是你偷偷转走的？”林婉被扯得头皮发麻，精致的妆容早已枯化，她也不甘示弱，尖锐的指甲狠狠抓向陆子轩的脸，瞬间划出几道血痕。你还有脸说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星号，连个项目都保不住？我跟着你图什么？那些钱是我应得的青春损失费，我打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婊子！陆子轩彻底失去理智，一巴掌将林婉扇倒在地，抬脚就踹。林婉惨叫连连，死死抱住他的腿，张嘴就咬。两人毫无形象地在大堂中央扭打在一起，周围的员工指指点点，满脸鄙夷，看着前世将我星号入绝境的渣男贱女，如今像2条疯狗一样互相撕咬。我轻轻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嫣红的酒液在玻璃杯壁上留下绚丽的痕迹。我仰起头，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品尝着复仇带来的极致快感。这才刚刚开始，陆子轩被赶出公司，又被林婉卷走最后一笔钱后，彻底变成了一条疯狗。深夜，我独自坐在书房的真皮转椅上，只有电脑屏幕的幽蓝光芒照亮我的脸。屏幕上，一串串隐秘的代码正在疯狂跳动。前世，我为了帮陆子轩扫清商业对手，曾苦练过顶级的黑客追踪技术。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项技术如今成了他的催命符。随着进度条达到100%，屏幕上赫然弹出一个暗网的加密交易界面。陆子轩倾家荡产，甚至抵押了仅剩的几处私产，凑齐了5000万的悬赏金。订单要求很简单，买凶制造一场意外车祸，目标是我和陆渊。看着那张带着血色骷髅标志的刺杀订单，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却不知道这笔交易的每一个字节，每一次 IP 跳转，都在我的绝对监控之下。我没有立刻按下拦截键，而是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将计就计地修改了杀手获取的行车路线，把伏击地点精准地定在了一条偏僻且没有监控的废弃盘山公路上。既然他想玩命，那我就陪他玩把大的。我端起桌上的黑咖啡抿了一口，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让我的大脑越发清醒。陆子轩，地狱的门我已经替你打开了，就等你亲自走进来了。几天后的深夜，暴雨如注，
狂风撕扯着路边的树枝，黑色的迈巴赫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疾驰，雨刷器疯狂摆动，却依然刮不清前方的水幕。我坐在后座，转头看向身旁闭目养神的陆渊，车厢里很安静，只有雨水砸在车顶的沉闷声响，车身剧烈摇晃，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司机猛踩刹车，迈巴赫堪堪停在悬崖边缘，险象环生。2辆没有牌照的重型越野车一前一后，像2头钢铁野兽，将我们死死堵在路中央。刺眼的高光车灯穿透雨幕，直射进车厢。10几个穿着黑色雨衣、手持重型金属棍棒和利刃的壮汉从车上跳下，踩着泥泞的水坑，步步心耗尽。雨水顺着他们冰冷的武器滴落，杀气腾腾。我深吸一口气，按照预定计划，立刻换上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我猛地扑进陆渊怀里，双手死死揪住他质地精良的西装外套，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小叔叔，外面那些是什么人？我好怕。”陆渊顺势单手揽住我的腰，将我紧紧护在宽阔的胸膛前。他身上淡淡的沉香气息瞬间将我包裹，隔绝了车外的寒意。黑暗中，我感觉到他宽厚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低沉的嗓音在雷声中显得格外稳当：“别怕，有我在。”领头的杀手走到车窗前，举起手里粗壮的铁棍，正准备狠狠砸碎防弹玻璃。就在这时，后座的车窗缓缓降下1/3，车内的阅读灯适时亮起。昏暗的光线下，陆渊那张苍白却冷若冰霜的脸庞清晰地显露出来。他眼皮微抬，深邃的黑眸犹如死神般冷冷地扫向车外。领头的杀手看清那张脸的瞬间，瞳孔骤缩，仿佛见到了什么极度恐怖的画面。他浑身一僵，手里的铁棍当啷一声掉在积水中，双腿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陆爷，暗网上的悬赏只说了目标车辆，却没人告诉他们，车里坐着的竟然是这位活阎王。没等这群杀手反应过来，公路两侧的黑暗中突然闪出10几道如同幽灵般的黑影。陆渊的贴身保镖出手了，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有令人胆寒的沉闷撞击声。大雨冲刷着泥泞的路面，掩盖了倒地时的闷响。短短3分钟，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壮汉们已经全部瘫软在泥水里，失去了反抗能力，连完整的音节都发不出。车窗外弥漫起一股淡淡的腥气，我好奇地想转过头去看看外面的惨状，陆渊却突然伸出温热的大掌，严严实实地捂住了我的眼睛。他的掌心带着薄茧，轻轻压着我的眼睫，低哑的嗓音在耳畔响起：“乖，别看，外面脏。”雨夜的劫杀彻底宣告失败，那些杀手为了保命，连夜吐出了所有口供，甚至交出了陆子轩在暗网交易的加密录音和海外账户转账记录。第2天清晨，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将这些整理好的铁证分成了2份，一份直接抄送给了陆氏集团的所有董事会成员，另一份则装进厚厚的密封袋，派人匿名送到了帽子叔叔的办公桌上。上午10点，陆氏集团大楼下警笛长鸣，几辆闪着警示灯的官方车辆急刹停在门口。几名神情严肃的帽子叔叔大步走进陆子轩的临时办公室，直接亮出拘捕令。陆子轩正焦躁地咬着指甲，等待杀手的消息。看到帽子叔叔的瞬间，整个人如遭雷击，双腿发软，瘫倒在沙发上。陆子轩，你涉嫌一宗恶性买凶杀人案，证据确凿，请跟我们走一趟。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死死锁住了他的手腕。他被2名帽子叔叔强行架起，狼狈地拖出大楼。大厅里的员工纷纷驻足围观，眼神里满是鄙夷。消息传到陆家老宅，赵雅芝当场崩溃，她连鞋都没穿，披头散发地冲到院子里，在泥泞中哭天抢地，像个疯婆子一样拍打着地面。我的儿子啊，你们这是要心耗死我们孤儿寡母啊！我站在顶楼的落地窗前，俯视着楼下那辆远去的官方车辆，轻轻将咖啡杯放在桌上。陆子轩，这才是你应得的下场。陆子轩被带走的第3天，赵雅芝终于放下了她那高高在上的贵妇架子，像条丧家之犬般找到了我。陆氏集团1楼的会客室里，她形容枯槁，眼窝深陷，再也没有了往日穿金戴银的嚣张跋扈。看到我推门进来，她竟然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星若，我求求你，你放过子轩吧，只要你肯去向帽子叔叔改口供，出具谅解书，我保证带着他滚出陆家，再也不碍你的眼。他死死抱住我的小腿，眼泪鼻涕呼了一脸。我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抽回腿，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恶婆婆。我缓缓蹲下身，直视着她充满恐惧的双眼，声音轻得像一阵刺骨的寒风：“赵女士，你现在知道求饶了？那当初你联合陆子轩用伪造的债务凭证活活心耗死我母亲的时候，你想过自己会有跪在我脚下的今天吗？”赵雅芝瞳孔猛地放大，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像见鬼一样指着我：“你怎么会知道？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你们是怎么买通护工，停掉我母亲的救命仪器的。”我站起身，冷冷地看着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赵雅芝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双手死死抓扯着自己的头发，眼神瞬间变得涣散，嘴里开始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几天后，官方人员出具了精神鉴定报告，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陆家大夫人被强行套上束缚衣，送进了郊区最偏僻的重症精神疗养院，将在无尽的恐惧中度过余生。
陆子轩虽然进去了，但暗网的悬赏令还没彻底撤下。为了确保我的绝对安全，陆渊以未婚夫的名义，不容拒绝地将我的行李全部搬进了他的主卧。主卧的空间极大，黑白灰的冷调装潢透着他一贯的禁欲气息，空气中弥漫着那股熟悉的淡淡的沉香味道。宽大的双人床上只铺着一床深灰色的真丝被，我看着那张床，心跳莫名漏了一拍。虽然我们签了协议，但真正共处一室，那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和暧昧气息依然让我有些喘不过气。夜幕降临，浴室里水汽氤氲。我洗完澡，换上一件略显宽松的纯白丝质睡裙，一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长发，一边推开浴室的磨砂玻璃门。主卧的灯光调得很暗，陆渊正坐在落地窗前的轮椅上，手里翻阅着一份全英文的并购案文件。听到开门声，他微微侧过头，深邃的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直直地落在我的身上。丝质睡裙紧贴着微湿的肌肤，勾勒出若隐若现的曲线。他的眼神瞬间暗了下来，喉结微不可察地滚动了一下。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慌乱地想要避开他的视线，脚下却没注意踩到了一滩未干的水渍。光滑的大理石地面让我瞬间失去了平衡，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栽倒。就在我以为自己会狼狈地摔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时，一阵疾风掠过，原本应该双腿残废坐在轮椅上的陆渊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弹射而起。他大步跨过半个房间，长臂一伸，稳稳地拖住了我的腰肢，将我整个人捞进了怀里。砰的一声闷响，我的脸颊重重撞在他坚实的胸膛上，淡淡的沉香气息瞬间将我包围。隔着一层薄薄的真丝睡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掌心传来的滚烫温度。我的手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小臂，那里的肌肉线条紧实奔张，蕴含着极具爆发力的力量。指尖划过他小臂内侧时，我触到了一块凹凸不平的粗糙痕迹，那是一道陈年的枪伤疤痕，狰狞而危险。这绝对不是一个常年缠绵病榻的残疾人该有的身体。我震惊地抬起头，正好撞进他深不见底的黑眸里，两人贴得极近，呼吸交缠。他眼底翻涌着某种危险而炽热的情绪，仿佛要将我整个人吞噬殆尽。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陆渊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控，他眼底的暗芒迅速收敛，下颚线紧绷，一言不发地将我打横抱起，大步走到不远处的真皮沙发旁，将我放了上去。随后他迅速退开2步，重新坐回那张冰冷的轮椅上，扯过一条薄毯盖住双腿，声音恢复了一贯的沙哑与冷淡：小心点，别摔坏了陆家未来的女主人。那晚的意外过后，陆渊似乎为了掩饰什么，第2天便旧病复发了。他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眉头紧锁，脸色烧得泛起异样的潮红。林特助送来了一堆名贵的药材，满脸愁容地叮嘱我一定要贴身照顾。房间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端着一盆温水走到床边，拧干毛巾，看着他这副虚弱不堪的模样，我心里却忍不住冷笑。装，接着装。我俯下身，指尖挑开他黑色丝质睡衣的纽扣，1颗、2颗，随着衣襟敞开，大片结实饱满的胸肌暴露在空气中，肌肤上布满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散发着浓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我拿着温热的毛巾，顺着他的锁骨缓缓向下擦拭。毛巾划过他心脏的位置时，我故意停顿了一下，指尖若有似无地按压在他的胸口，掌心下传来的心跳声沉稳有力，如同战鼓般砰砰作响。我顺势滑到他的手腕，指腹搭在他的脉搏上，脉象强健充沛，哪里有半点濒死之人的虚弱。这男人连发烧都带着一股野兽般的生命力。我垂下眼帘，掩去眼底的狡黠。既然他喜欢演这出病弱交夫的戏码，那我不配合一下，岂不是辜负了他精湛的演技？小叔叔，你烧得很厉害。我故意放柔了声音，身子微微前倾，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耳畔。我再帮你擦擦别的地方，好不好？降温快一点。接下来的2天，我彻底把贴身照顾4个字发挥到了极致。清晨，阳光透过落地窗的缝隙洒进主卧，我故意只穿了一件极短的黑色真丝吊带裙，裙摆堪堪遮住大腿根部，白皙的双腿在空气中晃荡。我端着刚熬好的中药，光着脚踩在柔软的羊毛地毯上，一步步走到陆渊的轮椅前。他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到脚步声，缓缓睁开眼，目光触及我单薄的穿着时，他的瞳孔猛地一缩，深邃的黑眸里瞬间燃起一簇暗火。怎么穿这么少？他的声音比平时更加低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屋里暖气足，我不冷呀。我装作毫无察觉，端着药丸俯下身，随着我弯腰的动作，吊带裙宽松的领口微微垂落，大片雪白的肌肤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2人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我甚至能感觉到他骤然粗重的呼吸。我用瓷勺舀起一勺深褐色的药汁，轻轻吹了吹，递到他紧抿的薄唇边，笑颜如花：小叔叔，该吃药了，这药有点苦，我特意加了点糖。陆渊没有张嘴，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领口下的风光，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了一番。那眼神不再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冷漠，而是透着一种想要将我生吞活剥的极度占有欲。但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他死死地咬着后槽牙，骨节分明的大手猛地攥紧了轮椅的金属扶手，手背上青筋暴起，仿佛在极力压抑着某种即将冲破牢笼的野兽。看着陆渊隐忍到极点的模样，我心里的恶趣味彻底被激发了。
晚上，我端着一杯刚热好的牛奶走进书房，陆渊正坐在书桌前处理文件，双腿搭在轮椅的脚踏上，盖着那条万年不变的薄毯。我走到他身边，假装被地毯的边缘绊了一下，身子猛地一歪，哎呀！我惊呼一声，手里那杯冒着热气的牛奶倾泻而下，不偏不倚的全部泼在了他盖着薄毯的大腿上，滚烫的液体瞬间渗透不了，几乎是条件反射般，陆渊原本毫无知觉的双腿猛地瑟缩了一下，肌肉瞬间绷紧。虽然他极快地掩饰了过去，重新恢复了僵硬的状态，但这转瞬即逝的动作依然被我精准地捕捉到了。我放下空杯子，不仅没有退开，反而得寸进尺地跨坐到他轮椅的扶手上。我俯下身，双手撑在他的肩膀两侧，将他整个人困在我的臂弯里。淡淡的奶香混合着他身上的沉香，在狭窄的空间里发酵。我凑近他的耳畔，温热的嘴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压低声音，发出一声轻柔的娇笑：“小叔叔，刚才你的腿是不是动了？原来你有知觉呀！”这句话仿佛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陆渊眼底最后的一丝清明彻底崩塌，他猛地抬起头，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狂暴的欲念。沈星若，这是你自找的！他沙哑地低吼一声，大掌一把扣住我的后脑勺，带着不容抗拒的霸道，狠狠地吻了上来。他的唇滚烫而极具侵略性，瞬间夺走了我所有的呼吸。陆子轩竟然出来了！林特助将一份保释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脸色阴沉。原来赵雅芝在进精神病院前变卖了所有首饰，又找了几个替死鬼顶罪，硬是钻了证据链的空子，把陆子轩保释了出来。我看着文件上陆子轩那张阴鸷的照片，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一条被新号入绝境的疯狗，远比平时更危险。果不其然，我在暗网的监控程序再次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屏幕上跳动着一串来自海外的加密通讯代码。我迅速破译了代码，瞳孔微微一缩，陆子轩不仅没有逃跑，反而联系上了陆渊在海外最大的死对头黑龙商会。黑龙商会一直觊觎陆氏在海外的港口控制权，这次显然是想借陆子轩的手从内部瓦解陆氏。通讯记录显示，他们准备在3天后的陆氏100年庆典上动手。那一天，陆氏所有的核心高层都会出席，安保系统也将进行例行升级，正是防御最薄弱的时候。我端起桌上的黑咖啡，冷冷地看着屏幕上陆子轩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我要陆渊和沈星若死无葬身之地。我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陆子轩，既然你急着投胎，那我就在100年庆典上为你准备一口最华丽的棺材。3天后，陆氏100年庆典在顶层宴会厅如期举行，璀璨的水晶吊灯洒下耀眼的光芒，悠扬的大提琴声在空气中流淌。我穿着一身暗红色的丝绒高定礼服，推着陆渊的轮椅停在会场中央。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宴会厅沉重的雕花大门被暴力踹开。音乐戛然而止，几十个穿着黑色作战服、手持重型武器的海外雇佣兵如潮水般涌入，瞬间封锁了所有的出口。会场内的信号屏蔽器发出微弱的红光，所有人的手机瞬间变成了废铁。陆子轩穿着一身骚包的白色西装，踩着满地的玻璃碎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眼神像毒蛇一样扫过全场。各位晚上好啊！陆子轩嚣张地张开双臂，放肆地大笑起来。从现在起，这里由我接管，谁敢乱动，我就送他去见上帝。宾客们吓得瑟瑟发抖，纷纷抱头蹲下。陆子轩径直走到我们面前，从腰间拔出一把冰冷的黑色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接抵住了陆渊的额头。小叔叔，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陆子轩咬牙切齿地盯着陆渊那张依旧平静的脸，眼中满是疯狂的嫉妒与恨意。今天我就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站在轮椅后，冷眼看着他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手悄悄摸向了裙摆下的暗袋。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角落里突然连滚带爬地冲出一个人影，是林婉。她今天原本是作为某个小股东的女伴混进来的，此刻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扑通一声跪在陆子轩脚边，死死抱住他的大腿。子轩哥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林婉哭得梨花带雨，精致的妆容糊了一脸。我是被星号的，都是沈星若这个星号我离开你的。陆子轩嫌恶地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踢开他。林婉见状，立刻转头指向我，眼神怨毒的像淬了毒的刀子。沈星若，你这个水性杨花的破鞋，你以为爬上陆渊的床就能飞上枝头吗？他不过是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你们这对狗男女今天死定了。他为了讨好陆子轩，甚至站起身，指着陆渊的鼻子破口大骂：陆渊，你这个星号，你根本不配掌管陆家。子轩哥哥才是陆家真正的继承人。空旷的宴会厅里回荡着林婉尖锐刺耳的辱骂声。我没有愤怒，也没有反驳，我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像看一具冰冷的尸体一样看着他表演。跳梁小丑最后的疯狂总是格外滑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此刻正站在悬崖的边缘，只要我轻轻一推，他就会粉身碎骨。我微微垂下眼帘，掩去眼底的杀意。林婉，你的死期到了。陆子轩似乎很享受林婉的吹捧，他用枪口用力顶了顶陆渊的额头，转头看向我，眼神贪婪而疯狂。沈星若，
我知道老头子把陆氏的最高权限4张交给了你。陆子轩伸出另一只手，语气森寒，现在把4张交出来，签了这份股权转让书，否则我立刻打爆这个残废的头。他身后的几名雇佣兵立刻上前一步，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我。空气仿佛凝固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宴会厅。我看着陆子轩那张扭曲的脸，突然轻笑出声，那笑声在寂静的会场里显得格外突兀，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你笑什么？陆子轩被我的态度激怒了，手指猛地扣紧了扳机。我慢条斯理地从手包里掏出一枚通体漆黑、雕刻着繁复花纹的玉石4张，那是陆氏权力的绝对象征。陆子轩的眼睛瞬间亮了，贪婪地伸手来抢。就在他指尖即将触碰到4张的瞬间，我手腕猛地一翻，吧嗒，那枚价值连城、代表着无上权力的4张，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精准地落入了旁边那座高达2米的巨型香槟塔中。金色的酒液瞬间飞溅，4张顺着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一路滚落，最终沉入了最底层的酒液里。我冷冷地看着陆子轩僵住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陆子轩，你配拿吗？星号，星号，你找死！”陆子轩彻底被激怒了，双眼猩红的仿佛要滴出血来。他猛地调转枪口，毫不犹豫地对准了我的心脏，手指狠狠扣下扳机。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宴会厅内炸响。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坐在轮椅上如同雕塑般的陆渊突然动了，他长腿猛地发力，一脚将面前那张沉重的实木圆桌踹飞出去，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陆子轩撞得一个踉跄，子弹擦着我的发丝飞过，深深嵌入了后方的墙壁里。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个传闻中双腿残废、病入膏肓的陆家三爷竟然稳稳地站了起来。他身形如电，快得让人根本看不清动作，只听见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陆子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腕被硬生生折断，那把黑色的手枪瞬间落入了陆渊的手中。陆渊反手一转，冰冷的枪管直接顶在了陆子轩的眉心，他居高临下的睥睨着瘫倒在地的陆子轩，深邃的黑眸里翻涌着令人胆寒的杀气。你刚才说谁是残废？陆渊的声音低沉沙哑，却透着一股来自地狱般的森寒。整个宴会厅死一般寂静，陆子轩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裤裆处印出一片可疑的水渍。他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如同杀神降临般的男人，彻底吓破了胆。宴会厅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陆子轩粗重的喘息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传闻中病入膏肓、双腿残废的陆家三爷。此刻，他身姿挺拔地站在水晶吊灯下，宽阔的肩膀撑起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犹如一尊不可撼动的神明。陆渊没有理会瘫倒在地的陆子轩，而是缓缓转过身，深邃如夜的黑眸冷冷地环视着四周，那股久居上位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了整个宴会厅。刚才还端着重型武器凶神恶煞的海外雇佣兵们，在触碰到陆渊目光的瞬间，脸色骤变，领头的刀疤脸壮汉浑身猛地一颤，像触电般丢掉了手里的武器。哐当，沉重的金属枪械砸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紧接着，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一般，所有的雇佣兵齐刷刷地扔掉武器，单膝跪地，右手抚胸，低下了他们高昂的头颅。Boss， 整齐划一的尊称在大厅内回荡。陆子轩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他引以为傲的海外底牌黑龙商会最精锐的雇佣兵，竟然称呼陆渊为老板。原来从头到尾，陆渊才是那个隐藏在暗处掌控一切的真正王者，而陆子轩不过是个在他掌心跳舞的跳梁小丑。果然从未让人失望过。陆子轩彻底崩溃了，他呆呆地看着跪了一地的雇佣兵，又看了看居高临下俯视着他的陆渊，喉咙里发出一阵毫无意义的咯咯声。巨大的恐惧瞬间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一股难闻的骚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竟然吓得尿了裤子。淡黄色的液体顺着昂贵的白色西装裤管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狼狈到了极点。小叔叔，我错了，你饶了我吧。陆子轩像条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试图去抱陆渊的皮鞋，却被陆渊嫌恶的一脚踢开。碰你，我都嫌脏了手。陆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方纯白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刚才夺枪时碰过陆子轩的手指，然后随手将手帕扔在了陆子轩的脸上。林特助带着几名保镖大步走上前来，像拖死狗一样将瘫软如泥的陆子轩架了起来。陆爷，帽子叔叔已经在楼下等候了。林特助恭敬地汇报道。我走上前，将一个黑色的 U 盘递给林特助，这里面是陆子轩勾结海外势力窃取陆氏核心机密的证据，加上今天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足够他在里面待到下辈子了。陆子轩听到这话，双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随着陆子轩被拖走，这场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些原本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宾客们，此刻看着陆渊的眼神里只剩下了深深的敬畏。陆子轩倒台了，林婉自然也成了秋后的蚂蚱。他缩在宴会厅的角落里，看着陆子轩被拖走，吓得浑身发抖。趁着众人的注意力都在陆渊身上，他脱下高跟鞋，提着裙摆，猫着腰就想往侧门溜。抓住他！我冷冷地瞥了那个鬼祟的背影一眼，两名黑衣保镖立刻如猎豹般窜出，一左一右架住林婉的胳膊，硬生生将她拖了回来，重重地扔在我的脚边。星若姐姐，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婉儿顾不上形象，跪在满是玻璃渣的地上，膝盖被扎出了血，也浑然不觉，拼命的给我磕头，都是陆子轩信号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啊！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这副虚伪至极的嘴脸，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前世就是这张楚楚可怜的脸，将我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从手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直接砸在他脸上。你利用陆氏的名义在外招摇撞骗的流水账单，还有你雇佣水军在网上造谣诽谤的转账记录，全都在这里。我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声音如同淬了冰。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同步发给了官方人员，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你下半辈子就在里面好好反省吧。林婉看着散落一地的铁证，彻底瘫软在地，发出了绝望的哀嚎。随着林婉被保镖带走，宾客们也识趣的在林特助的安排下有序离场。原本喧闹的百年庆典会场，此刻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陆渊2个人。璀璨的水晶吊灯洒下柔和的光晕，将满地的狼藉照得清清楚楚。我深吸了一口气，刚想转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手腕却突然被一只温热有力的大掌紧紧扣住。陆渊稍一用力，便将我整个人拉入了他宽阔的怀抱。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沉香气息瞬间将我包裹。他没有坐回轮椅，而是迈开修长的双腿，一步步向我心耗近。我被迫连连后退，直到后背抵上了冰冷的罗马柱，退无可退。陆渊单手撑在我耳侧的柱子上，将我牢牢地困在他的臂弯与胸膛之间。他微微俯下身，深邃如夜的黑眸紧紧锁定着我的眼睛，眼底涌动着某种让我心惊肉跳的暗芒。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丝危险的蛊惑，温热的呼吸轻轻喷洒在我的脸颊上，引起一阵战栗。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挑起我的一缕长发，在指尖把玩着，语气却透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沈小姐，你是不是该向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能对陆子轩的计划了如指掌，甚至连黑龙商会的底细都一清二楚？他深邃的目光仿佛能看透我的灵魂。你到底是谁？面对陆渊极具压迫感的信号问，我没有丝毫慌乱。重活一世，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揉捏的软柿子。我抬起头，毫不退缩地迎上他深邃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弧度。我伸出双手，一把揪住他胸前那条剪裁考究的深色领带，用力往下一拉。陆渊顺着我的力道微微低头，两人的鼻尖几乎要碰在一起，呼吸交缠间，空气中的温度仿佛都在急剧攀升。陆爷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慵懒。你装病坐轮椅，骗了整个陆家，甚至连我也被你蒙在鼓里，我们这算不算彼此扯平了？陆渊微微一怔，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短暂的沉默后，他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从他的胸腔里震荡而出，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和性感。他没有挣脱我的手，反而顺势伸出双臂，紧紧环住了我不盈一握的腰肢，将我更加用力地按向他的怀里。他眼底的冷冽和防备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宠溺和深情。不，没有扯平。陆渊低下头，薄唇轻轻擦过我的耳廓，引起一阵酥麻的电流。他的声音低沉而郑重，仿佛在宣誓一般。沈星若，这场博弈是你赢了。他顿了顿，温热的唇印在我的侧颈上留下一个滚烫的印记。从今往后，我陆渊的一切，包括这条命，都是你的。清晨的阳光透过陆氏集团顶层的全景落地窗，洒在宽大的黑胡桃木办公桌上。我端着一杯醇香的黑咖啡，静静地翻阅着林特助刚送来的简报。陆子轩因商业间谍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官方人员正式移交法庭，判处无期徒刑，这辈子都别想重见天日。赵雅芝在重症精神疗养院里彻底疯癫，每天对着墙壁磕头求饶。而林婉也因巨额诈骗被判了10年，在里面踩着缝纫机度过她最美好的青春。前世将我心耗入绝境的梦魇，终于被我亲手彻底粉碎。我放下咖啡杯，指尖轻轻抚过桌面上那块象征着陆氏最高权力的纯金名牌。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沈家孤女，而是陆氏集团名正言顺的总裁夫人，更是拥有绝对控股权的掌舵人。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被推开，陆渊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迈着修长的双腿向我走来。他已经彻底抛弃了那张伪装的轮椅，每一步都透着绝对的上位者气场。他走到我身后，温热的大掌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俯下身，薄唇擦过我的耳畔。陆太太，这份接管协议你还满意吗？我顺势靠近他宽阔的怀抱，看着落地窗外繁华的城市天际线，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当然，这只是个开始，我会让陆氏的版图扩张到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1个月后的亚太商业巅峰论坛上，衣香鬓影，愁光交错。我穿着一身剪裁凌厉的黑色收腰西装裙，端着香槟站在会场中央。不远处，几个竞争对手端着酒杯，眼神里透着毫不掩饰的嫉妒与轻蔑。不过是靠着爬上陆爷的床才坐稳了那个位置。女人嘛，也就是个漂亮的花瓶，真懂什么商业操盘。一个秃顶的中年老总压低声音，酸溜溜的和旁人咬耳朵。他以为自己声音很小，却一字不落地落入了我的耳中。
我没有动怒，只是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步履从容地走到会场的主控台前。我将手里的 U 盘插入电脑，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轻敲了几下，身后巨大的 LED 屏幕瞬间亮起，几份盖着绝密印章的财务报表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眼前。城南填海项目净利润300亿，海外港口并购案溢价200%，新能源和新技术垄断，市值翻了3倍。我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那个秃顶老总，声音清冷而极具穿透力。这3个100亿级项目全是我沈星若一手操盘的。全场瞬间鸦雀无声，那个秃顶老总更是脸色涨得通红，冷汗顺着额头大颗大颗的滚落，连酒杯都端不稳了。我端起香槟，遥遥冲他举了举杯，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打脸酸鸡的第2天夜晚，陆渊神神秘秘地将我带到了市中心最高建筑的顶层露天观景台，夜风微凉，吹起我的裙摆。我正疑惑他要做什么，整个城市的灯光突然在同一时间熄灭，还没等我惊呼出声，下一秒，周围数百栋摩天大楼的 LED 外墙屏幕同时亮起，璀璨的灯光如同星河般点亮了整个夜空，每一块屏幕上都只闪烁着同一句话：沈星若，嫁给我。数以万计的无人机在夜空中盘旋，变换出巨大的钻石戒指和我的名字，将整座城市映照得如同白昼。我震撼地捂住嘴，眼眶瞬间温热。陆渊穿着一身笔挺的纯黑高定礼服，在漫天星光下单膝跪在我的面前，他深邃的眼眸里倒映着漫天灯火，也只倒映着我一个人的身影。他从丝绒盒子里取出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粉钻戒指，那是全球仅此一枚的稀世珍宝。星若，我没有参与你的过去，但我绝不会缺席你的未来。陆渊的声音低沉而郑重，带着不容置疑的偏爱，没有算计，没有权衡，我陆渊的一切都只为你一人臣服。你愿意做我唯一的陆太太吗？看着眼前这个将我宠上天的男人，我眼角的泪水终于滑落。我伸出微微颤抖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他将那枚滚烫的钻戒稳稳地套进了我的无名指。空白空白空白，婚期定在下个月。为了这场婚礼，陆渊几乎搬空了欧洲几大顶级设计师的工作室。这天下午，我在私人高定婚纱馆里试穿主婚纱。巨大的落地镜前，我穿着一袭镶嵌着上万颗碎钻的拖尾婚纱，繁复的蕾丝勾勒出纤细的腰身，裙摆如同流动的银河。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光芒四射的自己，恍惚间想起了前世那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惨死在地下室的沈星若。如果不是老天给了我从头再来的机会，我怎么可能拥有现在的幸福？正出神间，一双温热的大掌从身后环住了我的腰，陆渊的下巴轻轻搁在我的颈窝处，淡淡的沉香气息瞬间将我包裹。他在镜子里看着我，眼神深邃而痴迷，在想什么？他低沉的嗓音在耳畔响起。我转过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脸，忍不住生出一丝恶作剧的心思。我在想，如果我没有重生，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傻白甜，你是不是就错过我了？陆渊搂着我腰的手臂猛地收紧，将我牢牢地按进他的怀里。他低下头，薄唇轻轻吻去我眼角的湿润，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心悸的执拗与深情。不会，无论重来多少次，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在深渊里接住你，你只能是我的。隔着厚重的婚纱，我感受着他强健有力的心跳，所有的不安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这是本世纪最盛大的一场婚礼，包下了一整座私人岛屿，漫天的玫瑰花瓣随着直升机的盘旋纷纷扬扬地洒下，将整座岛屿装点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我挽着林特柱的手臂，他代替了父亲的角色，踩着铺满花瓣的红毯，一步步走向红毯尽头的那个男人。陆渊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定制礼服，身姿挺拔如松，他深邃的目光紧紧锁定着我，仿佛我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信仰。当他从林特柱手中接过我的手时，我感觉到了他掌心微微的汗湿。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面对刀光剑影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男人，此刻竟然紧张了。我们在神父的见证下交换了那对刻着彼此名字的钻戒。我愿意。随着这3个字落下，陆渊猛地将我拉入怀中，低头深深地吻住了我的唇。这个吻霸道而炽热，仿佛要将我整个人揉进他的骨血里。周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微微睁开眼，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了岛屿外围严阵以待的黑衣安保团队，看到了天空中巡逻的直升机。在这个男人绝对的权力与武力兜底庇护下，前世的阴霾早已荡然无存。我不仅复了仇，更迎来了真正属于沈星若的璀璨人生。镜头缓缓拉远，定格在漫天花雨中紧紧相拥的我们，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全剧终。